造却惨遭滑铁卢？《射雕英雄传》为何被观众抛弃？轰动一时的超级大片为何成了票房毒药？在当今的中国影视圈，巨资打造的影片往往是票房的保证，尤其当流量明星与大导演强强联手时，似乎成功已是板上钉钉。然而2025年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命运却截然不同，本应是一部现象级作品，却惨遭市场冷遇，令人始料未及。电影上映17天后，单日票房仅为200万人民币，占全国总票房的 0.3%。这一记录不仅让投资方心寒，也让男主角肖战的星途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巨资投入，豪华制作，徐克导演为何也无力回天？当一部电影投入巨资，观众往往期待能够获得极致的视听享受与震撼的故事体验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作为一部投资数十亿的大片，拥有徐克这样的殿堂级导演掌舵，按理说不该落得如此惨淡的结局。但事实证明，再多的资金，再优秀的导演，如果缺乏核心的故事与灵魂，也难逃失败的命运。徐克作为华语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，他的《黄飞鸿》《笑傲江湖》《蜀山传》等作品奠定了他在武侠片领域的至高地位。他的电影充满奇幻想象力，剪辑凌厉，视觉风格独特，几乎成为武侠片的代名词。因此，当《射雕英雄传》由徐克执导时，影迷的期待值被推到了顶峰。然而，正是这种高期待，最终让观众的失望更加深刻。徐克的风格在这部电影中显得过于沉溺于技术，而忽视了最根本的叙事结构。他极力追求视觉冲击，电影里的江湖世界被打造成一个奇幻色彩浓厚的地方，然而这样的风格却并不适合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原著金庸笔下的世界是充满人性、情感与江湖侠义的，而徐克似乎将重点放在了如何让画面更酷炫、更震撼，而不是如何让观众更能共情。同时，过度依赖特效也是本片的一大硬伤。电影的动作场面被高度特效化，甚至有些时候让人感觉像是在看一部玄幻电影，而不是武侠片。过度使用电脑特效让打斗场面失去了真实感，观众难以带入角色的拼搏和成长，武侠应有的刀光剑影、拳拳到肉的快感荡然无存。更重要的是，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出现了问题。徐克虽然擅长刻画大气磅礴的江湖世界，但本片的角色塑造显得单薄，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不够深刻。郭靖、黄蓉、洪七公、欧阳锋等经典角色并未在银幕上展现出足够的魅力，缺乏层次感，使得观众对他们的成长历程缺乏代入感。徐克的才华毋庸置疑，但这一次他似乎在追求技术创新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，忽略了观众真正想要的一个有血有肉、能引起共鸣的故事。肖战的演技是否拖累了整部电影？肖战作为当今华语娱乐圈的超级流量明星，他的出演无疑为《射雕英雄传》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。然而，这种关注度也带来了更严格的审视，观众不仅仅想看到他英俊的外貌和强大的粉丝基础，他们更希望看到他能够真正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郭靖。然而，从最终的呈现来看，肖战并未能完全驾驭郭靖这一角色。郭靖作为金庸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侠之大者，他的成长弧光极其重要，从年少懵懂到坚定信念，再到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侠，这一历程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之一。然而，肖战在诠释郭靖的成长上显得缺乏层次感，他的表演过于模式化，无法让观众看到角色从稚嫩到成熟的变化。首先，在角色塑造上，肖战似乎未能很好地掌握郭靖的性格特质。原著中的郭靖是一个憨厚但坚定的少年，他虽然资质平平，但靠着坚定的信念与勤奋的训练，最终成为一代大侠。然而，在电影中，肖战的郭靖并未展现出足够的成长过程，他的表演缺乏那种从青涩到成熟的自然过渡，反而给人一种较为刻意的感觉。其次，动作戏方面，肖战的表现也未能让观众满意。作为一部武侠电影，动作戏是重头戏，观众期待看到的是行云流水的武打场面和充满力量感的招式。然而，肖战的武打动作显得较为生硬，
缺乏气势，甚至有些时候显得力不从心。虽然可以理解演员在短时间内难以掌握高难度的武术动作，但当观众看到郭靖的战斗场面缺乏冲击力，甚至有些不自然时，失望也就难以避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在部分文戏场景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，尤其是在表现郭靖内心情感时，他的眼神戏和情绪表达尚算自然，能够传递出角色的挣扎与坚持。但整体来看，他在诠释这个经典角色时仍然显得经验不足，未能真正抓住郭靖的灵魂。肖战的粉丝基础庞大，这本可以成为票房的助力，但如果仅仅依靠流量而无法真正打动观众，那么即便是超级明星也无法拯救一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电影。失败的改编，观众为何不买账？经典作品的改编一直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带来全新的视角，也可能因过度创新而失去原作的魅力。而2025年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正是败在了改编上。首先，编剧对原著的改动过于激进，导致故事的完整性受到影响。许多观众进入影院是冲着金庸的武侠世界而来，他们希望看到那个充满江湖恩怨、侠义情长的经典故事。然而，电影为了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，大量删改了原著的关键情节，使得剧情变得支离破碎，甚至让部分角色的性格发生了偏差。例如，黄蓉的机智狡黠在本片中被弱化，她不再是那个聪慧过人的女子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多依赖郭靖保护的女主角。而郭靖的成长线也被过度简化，导致他的成长过程显得突兀，缺乏说服力。此外，洪七公、欧阳锋等角色的塑造也未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反派角色的动机模糊，英雄与恶人的较量缺乏张力。其次，电影在风格上摇摆不定，既想保持传统武侠的氛围，又想融入现代快节奏的剪辑方式，结果导致整体观感极其混乱。传统武侠讲究情感沉淀和人物塑造，而本片过分依赖大场面和视觉冲击，忽视了人物关系的深度，使得观众难以产生共鸣。最终，这种失败的改编让《射雕英雄传》失去了既有观众群体的支持，也未能吸引到新的受众，使得它在票房上惨遭滑铁卢。票房惨败后，肖战的演艺之路何去何从？票房的失败不仅让《射雕英雄传》成为业界反面教材，也让肖战陷入新的质疑声浪。他是否应该继续接拍大制作，还是回归更适合自己的小成本剧情片？他的演技是否需要更严苛的磨练？这些问题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演技与流量的较量中，真正的演员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，而不是仅靠粉丝经济维持人气。警钟敲响，影视行业该如何反思？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失败不仅仅是演员的问题，更是整个行业浮躁风气的缩影。如今的影视市场，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，资本与特效的堆砌无法弥补剧情的空洞，也无法替代演员的真情实感。或许这次的惨败会成为整个行业的一次深刻反思，如何在流量之外重新找回属于电影的灵魂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对这次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失败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